青史浩瀚，留名者寥寥。那些被一笔带过，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，也都曾真真实实地活过一辈子。此刻，放下今日的纷扰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，听一个无名之人的故事。东汉末年，天下大乱，豫州农家子弟陈期在荒年战乱与重税的重压下艰难求活。他14岁跟着黄巾军走，22岁进了曹营，见过皇宫付之一炬，见过彭城尸横遍野。他活过了大汉的崩塌，熬过了三国的乱世，却在史书上连一个名字都没留下。这是他的故事。建宁3年的春天，豫州沛国谯县的田埂上有一个婴儿的哭声，那声音和那年头所有新生儿的哭声没有什么两样，响亮尖锐，像是在向这个苦难的人间索要一个位置。他的母亲咬着牙，忍着产后的虚脱，把他从冰冷的草席上抱起来，裹进一块洗了又洗，已经看不出本色的粗布里。父亲蹲在泥地里，用粗糙的手指揉了揉眼角的眼翳，替他取了一个名字陈期，因为他排行第7，前面6个哥哥姐姐在接连的荒年里只活下来3个。那时候的沛国已经不是10年前模样了。陈期的父亲常望着远处那座荒废的祠堂出神，他会指着那断壁残垣对孩子们说：“你爷爷那一辈，这片地还是我们陈家的。那时候祠堂的瓦是黑油油的，柱子用的是上好的松木。后来桓帝年间村里闹大疫，死了一大片人，爷爷把存粮拿出来救邻里。等到秋收时，发现仓里空了就得向县里的豪强借，借了还不上，就得拿地底。那年冬天，陈家从30亩地变成了20亩，后来又从20亩变成了10亩。到了陈期出生的这一年，家里只剩下不到5亩薄田，还是旱田，只能靠天吃饭。建宁到西平年间，朝廷的日子不好过，百姓的日子更像是被放在磨盘底下碾。外戚与宦官在洛阳城里争斗不休，天子刘宏把持朝政，卖官鬻爵明码标价，一个郡守的价钱抵得上一个中等县城3年的赋税。钱从哪里来？自然是从百姓身上刮。朝廷以征讨西羌、修缮洛阳宫殿为名，层层加码算赋。今日是修宫殿的木料钱，明日是征讨羌人的军饷。农人要交的不只是粟米，还有成匹的粗布、锄地，甚至草鞋。陈期从记事起就知道家里的日子是用血汗浸透的。他7岁服犁，9岁就能独自赶牛，夏天顶着大日头拔草，汗水滴在土里，马上就被汗滴吸干了。秋天收谷子，粟米刚装进篓筐，李逵就带着乡勇上门了。粟米先紧着东家的6成份额挑走，剩下的4成里，李逵还要点走，算赋与更赋。西平7年，西元178年的夏天，大疫再度席卷豫州。那是一场传染极快的伤寒，母亲病倒了，先是发烧，接着上吐下泻，整个人像是被抽干的枯柴。那年陈期9岁，朝廷刚因修缮宫殿，给每条人头加征了3000的修工钱。李逵上门催缴时，死死盯着陈期家见底的米缸，脸拉得比路边的墓碑还长。父亲一边抹泪，一边从灶火底掏出最后几枚磨损，甚至被剪边的帛物铢钱。在汉律里，人死了若不向县庭除户籍，那一年的算赋便一文也少不了。父亲咬着牙，卖掉了家里唯一的耕牛，换回几剂小青龙汤的药渣。那天晚上，陈期守在床边，看着母亲的手一点一点变凉。窗外，李逵高声催促邻家缴纳厨役的喝骂声在夜空中回荡。陈期不懂什么叫死亡，只知道从此家里少了一双牵他的手，少了一个在灶前唤他的声音。转机没有来。西平末年到光和年间，天象接连异变，地震刚过，大旱便至，接着便是漫天蔽日的蝗虫。蝗虫过境的时候，天都是黑的，密密麻麻的虫子落在田里，沙沙作响。不过半日，素苗便只剩下焦黑的根茎。陈期那年12岁，他站在地头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
父亲干枯的手按在他肩上，声音像沙子一样沙哑。庄稼人可以哭，但不要在外人面前哭，哭是免不了算负的。中平元年，西元184年，臣74岁。那一年2月，巨鹿人张角在冀州起事了。消息传到沛国谯县的时候，已是草长莺飞的3月。张角以苍天已死，黄天当立为号，信徒遍布巴州。黄巾军所到之处，裹挟流民，烧毁官署，打劫富户。一路从南边传来的消息说，入伙的人管饭，只要肯跟着走，就不会饿死。那年头，饿死人和跟着黄巾反贼走，到底哪个更可怕？没人说得清楚。陈七的父亲把最后一篓粟米磨了，熬了一锅稀得能照出人影的粥。一家4口喝了这顿，就没有下顿了。陈七坐在门槛上，看着村口那些背着破包袱往南走的人，心里翻江翻海。那天下午，一支100余人的黄巾队伍经过村口，领头的是个30来岁的汉子，手里提着一把生锈的环手刀，腰间别着一面军鼓，一边敲一边喊：“入伙的跟我走，管饭，不死。”陈七蹲在墙根底下，听着村人的议论。一个声音说：“留下来能活几天？”另一个声音说：“黄巾校尉要杀头的。”可陈七想，饿死也是死，杀头也是死，起码死前能吃几顿饱饭。第2天一早，黄巾的队伍拔营，陈七看着那些裹着黄布的背影越走越远，忽然迈开步子跟了上去。他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和年迈的父亲告别。他那年14岁，被编进了队伍，领到了一条洗得褪色的黄布带子，系在头上。但他很快发现，黄巾的日子不是想象中的那样，没有响定的大营，没有定时的饭食。他们在豫州和沛国之间游荡，见过被官军屠戮的村庄，也见过被同袍抢掠的农户。有一次，队伍被官兵堵在山沟里，陈七跟着溃兵跑了整整1天1夜，躲在一棵枯树下，把干树皮啃得满嘴是血。到了年底，张角病死，黄巾主力在冀州被黄甫松、朱俊的官军陆续剿灭。陈七所在的小部队在一次遭遇战中被冲散，领头的汉子扔了刀，说了句散了吧，各自逃命，便消失在荒野中。陈七不知该往何处，往北是故乡，他无颜面对父亲；往南已无立足之地，他没日没夜地往东走，最后饿昏在汝南郡的官道边。一个赶着牛车的老汉救了他，临走时塞给他半块粗硬的胡饼。老汉拍拍他的肩，后生：“活着比什么都强。”陈七回到了谯县，村子塌了一半，人口少了一半。老父亲还活着，瘦得脱了形。见到一身泥土、蓬头垢面的陈七，老人颤抖着斟了一只劣质的浊酒递过去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回来就好。”和平只是乱世的喘息。中平6年，1889年，灵帝驾崩，洛阳城内血流成河，凉州董卓入京，废立天子，火烧洛阳，挟地西迁，整个中原彻底成了军阀混战的修罗场。陈77岁那年，家里待不下去，朝廷的更易变本加厉。今天来了这路自称义兵的部队征粮，明天来了那路盗匪抓丁。村民们像受惊的麻雀，躲无可躲。初平3年，西元192年，一支军队从谯县村口经过。这支军队穿着整齐的青色战袍，扛着鲜明的曹字大旗，步伐肃穆。有人说，这是东郡太守曹操的兵，治军严明，专收流民。22岁的陈七不愿再像狗一样死在田埂上。当天夜里，他与村里2个伙伴溜出村子，追了3天，在县界的小镇上拦住了曹军的大营。招募新兵的军官打量着他，干过什么？陈七老老实实回答：种过地，入过黄巾。军官眼里闪过一抹金光，指了指后方，去那一营报道，领一把刀。那一年，曹操在山东受降青州黄巾30万摞，挑选精锐编为军队，这便是赫赫有名的青州兵。陈七正是其中一员。然而，入了青州兵，便落入了魏国铁血的世纪魔咒。他的老父亲和弟妹立刻被官府迁到了谯县指定的官田上，成为了世家佃客。
汉律与曹军军令严苛，一人从军，全家为人质。军士若敢逃亡，后方家属一律处死或没为奴婢。陈七在前方握紧了刀，他明白自己已经没有退路。他每个月领到的几匹粗绢和少许钱帛，都是拿命换来，托人带回给后方家人续命的买粮钱。初平4年，陈七跟着曹操出兵攻打徐州。在彭城大战中，他第一次见识了真正的人间地狱，杀声震天，血水染红了泗水河。仗打完了，主公下令屠城，鸡犬不留。陈七站在彭城的大街上，看着尸横遍野，房屋化为焦土，财物被一车车拉走。他打了半辈子仗，杀过人，也救过人，但他心里明白，穿着黄色布带还是青色战袍，在这世道里，刀落下来，杀的都是和自己一样苦哈哈的人。建安5年，西元200年，官渡之战爆发。30岁的队帅陈七跟着曹操的大军北上，在官渡与袁绍的10万大军对峙。那是他这辈子经历过最酷烈的阵地战。袁绍军在营外筑起数丈高的木路，弓箭如雨点般倾泻进曹营，更用发石车将巨石砸得营帐碎裂。陈七和手下10个弟兄整日趴在泥泞的战壕里，头顶上巨石呼啸，震得他双耳流血，日夜嗡嗡作响。军中断粮了，粟米断绝，曹操下令每日进发口粮数盒。陈七带住兵卒，在干枯的桑树林里采摘野桑葚，就住泥水吞下。10月的一个深夜，一阵远方冲天的火光将疲惫至极的陈七惊醒。那不是援军偷袭，而是主公曹操亲自率领旌旗乌巢奇袭了袁绍的粮仓。那一夜，北边的天空被烧得如同白昼，狂风从几十里外吹来，空气里夹杂着焦黑的浓烈的谷物香气。那股香气让陈七一边疯狂地流出口水，一边流下了眼泪。他死死攥着身边卷刃的环手刀，对同袍喊道：乌巢烧了，援军完了，我们有饭吃了。那一役，曹军以寡胜众，陈七在追击中大腿中了一枪，军中行医的方式用烙铁和盐水替他裹伤。他躺在草席上高烧了半个月，命保住了，却落下了跛足的毛病。撤回许昌后，上头念其在官渡死守有功，赏赐了10匹绢，他把绢分了5匹寄回谯县，剩下的留给自己。建安13年，208年，38岁的陈七拖着跛腿，跟着大军南下赤壁。身为北方的青州兵，他们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宽广的江面。一上战船，风浪颠簸，士卒们眩晕呕吐，连刀都拿不稳。还未开战，南方湿热江面上特有的疾疾便在连环船中蔓延开来。陈七亲眼看着无数同袍没有死于刀兵，却在发高烧与拉肚子中化为江中的浮尸。赤壁大火烧起来的那天风极大，东吴的诸火走戈顺风撞来，顷刻间将曹军的连环船化为一片火海。江面上全是烛火惨叫的士兵。陈七被气浪掀进江中，冰冷刺骨的长江水几乎要了他的命。他死死抱住一块被烧焦的碎船板，在江水中泡了大半夜，才随着落日潮汐被冲上了北岸。他打了半辈子仗，这是头一次败得如此干净。战后的建安14年209年春，中原下了一场长达数月的苦雨。主公曹操在赤壁丢了半数兵马，残存的大军在退回北方的路上又逢大疫，军中10人9病。陈七虽然在长江里捡回了一条命，但冰冷刺骨的江水泡透了他本就带伤的残躯。他在官渡落下的跛足伤口当场大面积溃烂，高烧退去后，双腿僵硬如石，连站立都需扶着长矛，更遑论开弓上阵急行突击了。这年夏天，大军退守许昌与谯县一带进行整编。曹操面对折损严重的青州兵与空虚的粮仓，不得不下令清点营中的老残病卒。在世家制度的冰冷法理下，一个无法上阵且不具备铲除能力的废人，只会白白耗费军粮。于是，军中校尉收回了陈七染血的军牌，摘去了他戴了10几年的青色战冠。官府判定他双体残废，免除市级，贬为民户，放逐还乡。这是一场无情的抛弃，却也是陈七这辈子唯一的解脱。秋风响起时，39岁的陈七拖着一条废腿，一瘸一拐，一步一居地挪回了沛国谯县的老村子。
老父亲此时已经过世，家中的5亩薄田早已荒芜。陈七用自己前半生攒下的几匹微薄肩帛，向县庭户曹换了2亩无人耕种的旱田，并娶了一个逃难来的寡妇。在接下来的10年里，陈七将残破的双手重新插进故乡的泥土里。他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试图用汗水洗去身上的血腥味。婚后第2年，寡妇生下了一个男孩。陈七看着孩子结实的胳膊，给他取名叫二牛。陈七本以为这就是终局，他跛着腿在田里拔草，二牛在田埂上蹒跚学步。日子虽然苦，但没有刀光剑影。可他忘了，世纪的阴影从未真正远去。他虽然被除籍，但魏国的战车一旦再度缺乏燃料，他们这些地里刨食的人随时会被再次扔进磨盘里。大战的轮回并未因陈七的跛足而停歇。建安24年的秋天，西元219年，刘备在汉中争夺得胜，关羽自荆州北上，大水漫过樊城，于禁的七军尽皆覆没。魏王曹操的兵源早已枯竭，各地的征发令如雪片般砸向郡县。这一次，县庭的兵籍文书上赫然写住陈七唯一的独子二牛的名字。二牛那年刚满16岁，正是能出力的年纪。李逵带着县吏来到田头，一眼就相中了体格结实的二牛。陈七站在一旁，手里还握着拔草的锄头，指节因用力而发白。他想起了自己14岁那年跟着黄巾走的雪夜，想起了赤壁江面上的火光。但他是一具被世道铐住的活尸，他逃不掉，二牛也逃不掉。二牛走的那天，陈七把家里仅有的几匹粗布塞进儿子的包袱。他没有多余的话，只是拍了拍二牛还未完全厚实的肩膀，沙哑地说：“活着回来。”西元221年的春天，一个残破的身影摇摇晃晃地摸进了乔县的村口。陈七正在柴房里整理新柴，听见一声微弱的爹。他猛地转头，看着二牛站在门口，少年的左衣袖空荡荡地垂着，用一根破麻绳扎紧，断臂处的皮肉翻卷结痂，成一种可怖的黑紫色。他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架，脸上布满了深不见底的刀痕与火燎的焦黑。那一夜，陈七没有针灸，只是熬了一锅热素米粥。二牛用仅剩的右手死死抓着木匙，一边狼吞虎咽，一边用站立不止的声音将那个父亲未曾亲历的噩梦一句句撕扯开来。爹，那水，天一样高的大水突然就砸下来了。二牛的眼珠里布满血丝，空洞地盯着跳动的灶火。樊城外头几万人就在水里扑腾。关羽的战船比城墙还高，他们坐在船上，拿长矛往下捅，像扎鱼一样，到处都是淹死的人，肚皮泡得胀大，在水面上飘着，多得连船都撞不过去。二牛喘着粗气，断臂的伤口似乎因恐惧而剧烈抽搐。后来徐晃将军带着我们去冲杨凌坡，到处都是火，火箭大刀，活生生的人被劈成2半。儿子的胳膊是被一个荆州兵用大斧砍断的，我疼得晕死在死人堆里。天亮的时候，那些野狗和老瓜、乌鸦就来啄我的身子，我是从死人肉里爬回来的。啊，爹！陈七沉默地听着，粗糙的手掌死死按在二牛那只空荡荡的衣袖上。他杀过人，见过屠城，但当战争的齿轮直接绞断了自己儿子的骨肉，那种冰冷彻骨的痛楚才真正刺穿了他麻木了40年的心。妻子看着残废且形同废人的二牛，终日以泪洗面，没过2年便瞎了双眼，死在了一个落雪的深夜。二牛虽然活了下来，但每逢阴雨连绵，那截断臂便疼得他整夜在床上惨叫打滚。2代老兵守住一间残破的柴房，在魏国的底层苟延残喘。建安25年的春天，西元220年，魏王曹操在洛阳病逝。同年10月，曹丕篡汉称帝，改元黄初。陈七51岁了。黄初年间，因他与二牛皆成残疾，且世家已无建族可争，军中校尉发了慈悲，准予除籍。退役那天，县庭清点了他官渡、赤壁与二牛樊城的血战，恩赏了30匹绢和20斛粟米。他们用这些绢布换了2亩旱田，日子在二牛无声的残疾与陈七日渐勾践的背影中流逝。
正始元年，西元240年，魏齐王曹芳继位。那年的冬天特别冷，谯县作为大魏的陪都，街上常有洛阳奔驰而来的船车，车上的使者穿着高冠博带，高声谈论着大将军曹爽与太傅司马懿的权谋，谈论着高雅的玄学与论辩。70岁的陈妻坐在门前晒太阳，身上裹着那床蓄了恶絮的破布巾。二牛坐在他身旁，用单手吃力地编着草鞋。一个村里的少年路过，手里拿着一根削尖的木棍，嘴里喊着杀反贼，兴冲冲地跑过来问陈大夫，我听说你和二牛叔年轻时都当过兵，打过关羽，立过功，打仗是不是特别威风？等我长大了也要去当将军。陈妻跛住眼，看着天边被夕阳染成血红色的流云，那颜色太像徐州的河水，也太像官渡的黑夜。微风。二牛冷笑了一声，用那只空荡荡的左袖甩了少年一下，少年吓得退了几步。小子，你看我这条胳膊，威风不？我告诉你，战场上没有将军，只有成堆的烂肉。管你是大汉的兵，还是大魏的将，一刀下去，花花绿绿的肠子流出来，跟死狗没有两样。少年吓得脸色发白，攥着木棍不敢说话。陈妻缓缓吐出一口浊气，干瘪的嘴唇颤抖着。娃子，别想着当将军。这40年来，我14岁跟着黄巾走，22岁进曹营。我见过皇宫被火烧成灰，见过彭城的百姓被杀得塞满了河道，连水都流不动。天下换了3个皇帝，改了10几次年号。那些坐在洛阳宫殿里的小主子、大将军们，天天讲着什么大义、天命、社稷。陈妻自嘲地笑了一声，声音里满是唏嘘与疲惫。可那些跟我一样死在水里火里的青州乡亲，谁给他们天命？二牛掉在樊城的那条胳膊，又是为了哪门子的设计？这天下的仗啊，打来打去，争功名的是上头那些穿大衣冠的贵人，可出人命、出粮草、断手断脚的，横竖都是我们。这世道根本不是人活的。少年似懂非懂，被老汉眼底那种压抑了70年的厌恶与苍凉所震慑，扔掉木棍，转身跑远了。陈妻看着少年跑远的背影，又看了看身旁默默流泪的残疾儿子。他这辈子见证了东汉的崩塌，迎来了大魏的建立。史书上会写三国鼎立，魏道鼎盛，但只有他知道，这宏大史诗的每一字墨迹背后，都是几万个像二牛这样残破的躯体，和无数个像他这样哭干了眼泪的父亲。这仗究竟是为谁打的？这世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歇一歇？腊月23的那天夜里，豫州下了一场埋过膝盖的大雪。陈妻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自己站在一片很大很大的田地里，大雪都化了，没有算父，没有李逵，更没有兵籍文书。那里的素苗长得比人还高，黄澄澄的一片。他站在田埂上，母亲在灶前喊他吃饭，二牛双手完好地扶着犁，高声吆喝着耕牛。那里没有火光，没有大水，只有管饱的热粥。第二天早晨，二牛用右手推开柴门，发现老父亲已经在睡梦中安静地走了。陈妻的脸上没有痛苦，嘴角甚至微微向上，像是还沉浸在那个没有兵险、人人有饱饭吃的好梦里。里长和几个村民帮忙处理了后事，坟前没有石碑。里长在陈妻那2亩旱田的角落里削了一块木书，用墨笔粗粗地写了6个字：谯县兵卒陈妻，风雪漫天，顷刻间掩埋了那座小小的土坟。这个在乱世中活了70年的老卒，这个14岁入黄巾，22岁便入青州兵，用一生的血汗与儿子的残肢看透了世道冷酷的人，就这样永远地留在了沛国的土地下。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《三国志》的任何一页记载里，但他活过，也痛过。他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史书里，但他活过。晚安，好梦。